看到福宝用流动的山泉水泡澡，才发现神树坪基地宠孩子有多豪横。近日气温升高，基地直接给归国顶流福猪猪安排了山泉水洗澡降温。在韩从未享受过此等待遇的福宝，都开心到熊掌拨清波了，哪里还用得着抢什么降温的冰床？要知道，这才是福宝正式展出第2天，女明星没有丝毫的应激反应。一向调皮的小家伙还解锁很多新玩法，昨天还是绿油油一片的草地，没想到第2天就被福公主盯上了。这小妞化身除草机，使出洪荒之力扒拉着。只可惜回国后的福宝家大业大，300平的院子，这小妞压根霍霍不完。看来外场变成黄土高坡还需要一些时日。福宝工程太大了，直接躺平吧。福猪猪就连院子的假山也不放过。宝贝看到眼前的新鲜玩意后蠢蠢欲动，直接爬到山顶来了个金鸡独立，内心 OS 我试试能不能飞起来。知道的是海龟刘子回家整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功夫熊猫照进现实了呢。或许是因为老家的竹子竹笋丰富，这小妞除了玩就是吃，以前恨不得连皮带尾吃完一整根笋笋，如今只吃最鲜嫩的笋尖尖。看来福宝也往国内熊的迪拜式吃法靠齐了。最好笑的是韩国电视台也来拍福宝，在小家伙即将下班的时候喊了好几遍名字，只可惜福猪猪专注于干饭，身为小吃货的他看都不看一眼镜头。福宝안녕，福宝，잘 지냈어？福宝잘 있었니？福宝안녕。还记得同为海龟顶流熊的小奇迹，刚刚展出的那段时间，看到游客还很拘谨，总喜欢躲在小角落炫饭。相较之下，福猪猪真的一点也不社恐，还能大大方方的迎合粉丝们拍照。面对站姐的相机，一阵阵咔嚓声也不受影响。而生活在山清水秀的神树坪，福猪猪的心情都变得很好。宝贝能在草坪上肆意奔跑，伴随着令熊心旷神怡的鸟叫和山泉声，这一幕大概就是世间最治愈的时刻。福宝不仅仅是吃得好睡得好，还有一位对自己极其宠爱的饲养员。当福宝待在内舍等待布置外场时，徐翔奶爸生怕孩子无聊，还拿出窝窝头和大竹笋争取宝贝的同意。看到对方点头示意后，才开始加餐。福猪猪的情绪价值简直拉满，即便小家伙在内舍乖乖干饭，奶爸也要化身技师给闺女提供按摩服务。难怪能把福宝开心的咧嘴笑，心想这是什么神仙日子。如今的福宝有吃有喝有玩有人疼，难怪都说家才是海龟熊猫的港湾。前有大飞机被没收后有敞篷车消失不见，莽小五的一生有多么如履薄冰。别看小五年纪轻轻，可他却尝遍了生活的苦，每次一觉醒来都会被偷家。由于最近几天重庆下雨过于频繁，导致敞篷车的木头被炮开裂，只能被工作人员收走带去返厂维修。王小五前一天还坐在豪车上耍帅，哪曾想还没和妹子兜风，一夜之间就痛失巨额家产。不明所以的他一想到被偷家破大防，内心 OS 你偷什么不好，非要看上我的车。宝贝还躲到树上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甚至还思考起来哲学问题。难道熊的一生就是失去失去再失去吗？要知道，芒小五前几天刚失去大飞机，好不容易走出来，对酷少专用的新敞篷车移情别恋，结果宝贝的小心脏又被狠狠扎了一刀。事实上，小五的倒霉熊属性是从小养成的，幼崽时期的他因为爬树，不知道挨了老妈盲崽多少胖揍，小家伙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为证明自己居然和一棵参天大树较上劲，只见宝贝利用大长腿一脚登顶，一屁股坐在上面后悠哉看起来风景。正当这小子信心十足准备给老妈表演时，却被不懂事的饲养员耽误事儿，奶爸居然没智慧好大儿一声，就擅自主张砍掉那棵参天大树。无奈之下，小五又过上整天被亲妈教育的生活。没多久，这小子又对草地有浓厚的兴趣，最喜欢趴上边四处打滚玩耍，还经常四脚朝天躺在草坪上干饭。此时的他笑得有多开心，未来的某天就有多悲痛欲绝。小家伙还没享受几天自在生活，奶爸就来自己的院子除草。宝贝一出门就看到光秃秃的草地，这表情那叫一个惆怅棱逝，不敢迈出去第二步。艰难接受现实的芒小五每走一步都很沉重，到最后只能扶着栏杆质问上天：不是我那么大的草地呢，飞到天上去了。彻底抑郁的芒小五直接大变样，以前撒泼打滚的他，如今不是郁郁寡欢的背对着游客，就是躲在小角落里默默啃草。然而命运又对他反复折磨，芒小五最喜欢的那棵玉兰树竟然被奶爸用塑料膜封上，这小子偏偏不信命，非要赌一把。可惜爬了一半就因为太滑放弃抵抗，宝贝只好抱着大树暗自神伤，心想我就不能拥有一点固定资产吗？真的没有比芒小五还要惨的熊了。宝贝怕不是倒霉熊照进现实吧？海外熊猫归国后究竟有多幸福？变化最大的丫丫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长公主漂泊在异国他乡20年，吃尽了苦头，如今回家后彻底被北洞的饲养员治愈。如今的丫丫一看到镜头就不自觉的微笑，这可是她发自内心的幸福与惬意。宝贝的旋笋技术也越来越熟练，竟然练就单手握笋用嘴剥皮的绝技。还记得丫丫从前舍不得吃，毕竟笋皮再难以下咽也比干枯发黄的竹竿香。可她得知自己的家庭条件富裕，有吃不完的美食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大根竹笋剥的只剩竹心才肯动嘴。内心 OS 你懂什么？这可是精华。虽然长公主对食物挑剔，但她吃得多，难怪宝贝往木架上那一坐，肚子上的好几层游泳圈溢出屏幕，足以
可见北洞喂养大熊猫有多么用心专业。同为美国留子的小奇迹也是如此。或许是因为四川老家的竹子太合口味，这小子除了吃就是吃，导致如今的他是肉眼可见的肥嘟嘟。而仔仔最令人惊讶的更是性格上的变化。原以为小奇迹是乖巧安静的性格，毕竟他在滑动期间从不拆家，还是美香老妈身边懂事的小棉袄。哪曾想这小子回家后直接放飞自我，3天2头就要拔树除草。整个神树坪的树都快被他薅秃了，并且如今的小奇迹想生气就生气，听到游客相机的快门声会发出很不耐烦的汽笛声，就连小表情都成了一个皱皱巴巴的囧字。最爱的王奶爸身上有其他熊味道时，小家伙也能肆无忌惮的生胖气，这可是对方无底线宠溺带来的安全感。还有最近刚刚开始营业的福宝，身为顶流熊的他打小受尽万千宠爱，来到徐奶爸身边更是十分幸福。当福猪猪晒着太阳呼呼大睡时，奶爸会用温柔加子音轻轻叫醒孩子，也会帮闺女按摩满足一切需求。他甚至亲自上山砍竹子，只是因为想让福猪猪吃得新鲜可口。然而居住在避风峡的香香公主才是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神仙日子。福宝300平的场地对她来说都是毛毛雨，这小妞可是拥有一整个山头的山大王。心情好了就去看看两脚兽，一郁闷就拿着打爆竹笋去山上干饭。要知道前天还是香香的生日会，全世界的猫粉都来为她庆生，专属于小公主的排场直接拉满。难怪宝贝主动靠近游客来了波贴贴，心情这么好的她怎么能不幸福呢？看到滚滚们回家后被宠上天，无数挂念孩子的猫粉们终于放心了。福宝的人气有多高？熊生竟然拥有2首主打歌。原以为三星集团给福猪猪小时候写的专属歌曲 Baby Panda Song 已经相当炸裂了，没想到福宝临近回国，姨姨们又给他写了充满爱意和祝福的专属歌曲 Let's Go With 福宝。如果说 Baby Panda Song 讲述的是福宝小时候的调皮可爱，那 Let's Go With 福宝则是祝福少女福宝带着梦想勇敢去探索新世界。可见熊猫是租的，但爱不是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而福猪猪之所以能获得众多猫粉的喜爱，是因为它就像落入凡间的精灵，治愈了无数人的心。mini福平躺在地板上的睡姿瞬间萌化猫粉的心，仿佛周遭的环境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。福宝长大后抱着木架睡觉的样子则更加可爱，也许是梦到了自己最爱的胡萝卜，笑得一脸满足，还伸出舌头舔舔嘴巴。当江爷爷忙着清理地板并消毒时，小福宝一旁乖乖看着，眼睛里装满了童真。爷爷忙完工作准备起身离开时，福宝着急地迈着东倒西歪的步伐追上去。有时福宝会紧紧抱着江爷爷的腿不放，像只粘人的小妖精，不断冲对方撒娇，仿佛在说爷爷不要走，陪福宝玩。而福猪猪最特别的就是那一双眼睛，里面不仅盛满了单纯和天真，每次笑起来眼睛还会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。即便福宝长大了，他的眼神依旧非常清澈。还有很多网友说，单是看福宝吃竹子，内心就能变得非常宁静。福宝斯文地吃着爷爷送来的大竹笋，每一个动作都可爱到犯规。当江爷爷告诉福宝珍惜的小笋芽要省着吃，于是福猪猪就很小心地攥在手里举着，然后一根一根抽出来放进嘴里细细品尝。有时福宝也会像人类小女孩一样，张开双臂向江爷爷撒娇要抱抱。看到爷爷玩手机没有搭理自己，福宝会傲娇地主动抱住对方胳膊，然后在爷爷怀里撒娇打滚博到关注。当调皮的福宝贪玩不想下班时，他会毛毛碎碎地坐在爷爷腿上，即使对方假装打他屁股，福宝也一动不动。江爷爷无奈只能伸手将孙女推下去，结果福宝像个耍赖的孩子躺在爷爷身边，无辜的小模样，难怪能成为江爷爷最爱的孙女。精灵古怪的福宝治愈了无数人，希望有了爷爷和猫粉们的祝福和爱，福猪猪回国后也能生活的幸福快乐。大熊猫模仿能力有多强？这天七仔给邻居乐乐表演阿宝被咬耳朵的场景，只见他欠欠的捂着耳朵张大了嘴，表示阿宝当时就是这样捂着耳朵喊好疼好疼。对此邻居乐乐表示非常无语，咬了熊家还要模仿对方的惨样，简直杀熊诛心。而影帝七仔不仅会惟妙惟肖模仿阿宝被咬耳朵，还熟练掌握对方的拿手绝活脚拖脸大法。只能说山上的笋都快被七仔夺完了。显眼包灵岩除了每日整活外，还学会了打工熊挤公交。只见他站在木架下，右手抓着上方的扶手，和两脚兽相比就差手里再拿个挎包和手机了。大熊猫凤仪总会咬住意义的后脖梗，然后转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。而聪明的意义也有样学样，经常咬着自己的玩偶伙伴一起去玩耍。而远在韩国的宝家族个个都是模仿奇才，江爷爷有时会教乐宝波比跳，聪明的肌肉猛男一看就会，直接一个帅气的起跳蹦到了树杈上。江爷爷也会向爱宝摇头晃脑，艾女士看到后也会摇头以示回应。而他们的爱情结晶福宝比爸爸妈妈还厉害，有时江爷爷会扭动肩膀逗大孙女玩，谁料福宝一看还在游客们面前表演起来，圆滚滚的身子扭起来格外可爱。
江爷爷也会趁福宝不注意从背后捂住他的眼睛。福猪猪学会后，直接用这招用在妈妈身上，想要趁艾女士看不见的时候抢窝窝头。好在爱宝直接手举高高，成功化解窝头危机。西直门三太子萌兰的模仿能力也非常优秀。梦儿注意到徐老爷新换了莫西干发型，帅气的模样一下子就戳到萌兰的心巴上了。在仔细观察老爷后，他直接动手做了一个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像了个10乘10。当奶爸给萌兰看外面的世界时，梦儿对卡塔尔人民的传统服饰非常感兴趣，于是前一秒还跟老爷同款发型的他，直接顶着个大轮胎变成了卡特尔小王子，并且萌兰还是相信光的大男孩。有时他还会模仿奥特曼的手势，发誓要维护和平，铲除一切罪恶。小熊金丝汤圆看到待产母猫一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于是模仿起了母猫待产的样子，使劲大口呼吸，看起来很急促的样子，并且丝汤圆还会提前给宝宝晒好小杯子。期间想起来自己的竹笋羹还在炉子上，连忙像两脚兽一样跑回了家。不得不说，熊孩子们的模仿能力真是超强，恐怕假以时日，大熊猫都能上大学了吧？谁能想到把福宝宠上天的江爷爷和宋爷爷，一开始并不想养熊猫。 정말 재밌었는데 갑자기 어느 날 오셔서 혹시 판다월드 한번 가볼 생각 없어? 1초도 안 기다렸습니다. 싫어요. 싫습니다. 저는 지금 너무 재밌고 너무 저랑 적성에 잘 맞는 것 같아요. 近日，江爷爷在演讲中表示，当初院长曾来问自己愿不愿意去养熊猫，因为江爷爷喜欢帅气的狮子、老虎，便拒绝了。结果第二天，他就和宋爷爷一起被调到熊猫馆。起初，江宋两位爷爷在熊猫馆工作的并不开心，但事实证明，任何事物都逃不过真相定律。小福宝出生后，两位爷爷就仿佛得到全世界。虽然江爷爷对福宝的信息了如指掌，但却记不住自己孩子的出生日期。 522일째인데 오늘 태어났는데 197g. 9시 49분. 차선이 자녀분 몇 시? 夏天天气炎热，福宝经常无精打采地趴着，于是江爷爷连夜拉来造雪机，为福公主打造了一场浪漫的冰雪世界。第一次见到雪的福宝玩嗨了，直接化身推土机在地上拱来拱去，还用手勾竹子上的雪，结果把自己埋了起来。江爷爷还给孙女堆了个大大的雪球，福宝直接抱在怀里使劲蹭。看样子福猪猪非常喜欢江爷爷的这份礼物，而宋爷爷也非常宠爱可爱的大孙女。看到福宝非常喜欢胶鞋，抱着不撒手，爷爷就亲手为孙女做了一双定制版水晶鞋，还在里面添加了许多新鲜竹叶。第二天，宋爷爷像献宝一样捧到福宝面前，福猪猪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双水晶鞋，抱在怀里不停地蹭来蹭去，简直爱不释手。不得不说，宋爷爷对福宝的宠爱到达极致，他会用不算宽厚的肩膀背起福猪猪，小小的团子像坐船一样在爷爷背上晃悠悠。有时福宝调皮捣蛋被妈妈胖揍一顿，他委屈地爬到木架上趴着。宋爷爷见到后非常心疼，便想逗孙女开心，因为福宝之前对仙女棒上的蝴蝶非常感兴趣，宋爷爷就跑去隔壁蝴蝶馆借来一只，然后把蝴蝶放在福宝面前的树干上。其实福猪猪最想要的是爷爷的安慰，他紧紧盯着宋爷爷，直到对方摸了摸自己的头，才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蝴蝶。看着宋爷爷用手指去触碰蝴蝶，福宝担心会飞走，便伸出小手阻止爷爷，但宋爷爷还是拿起蝴蝶放在孙女面前，让她仔细看一看、闻一闻，最后当成发夹放在了福宝头上。宋爷爷曾在福宝过1000天纪念日时说过，托你的福，我开心了1000天，你不必聪明健康就好。也许这就是两位爷爷最大的心愿，相信福宝回国后会带着爷爷们的爱，继续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